東晉剛剛南都立國，表面上已經恢復朝廷秩序，實際上真正的權力還握在士族和軍政手裡。而王敦之亂之所以可怕，並不在於他起兵本身。那麼在這場叛亂中究竟發生了什麼？東晉建立後，南陽王室憑借擁立之功，形成了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。王導主持朝政，統籌百官；王敦則坐鎮武昌，都督江陽、荊襄、交廣6州諸軍事，統領長江中上游重兵，成為朝廷最具實力的軍事統帥。建元帝司馬睿面對門閥勢力日益做大，開始着手收回皇權，動用劉偉、刁協、戴淵等親信，推行抑制士族、強化皇權的政策，開始逐漸疏遠王導，削弱南陽王室在中蘇的影響力。而王敦則憑借軍政大權，不斷擴張勢力，擅自任免官員，安插親信，君臣矛盾全面爆發。劉偉主張進一步削弱王敦，並舉薦司馬承鎮守襄州，而王敦寫信勸劉偉與他修好悲劇。朝廷又命劉偉鎮守淮陰，戴淵出镇合肥等要地，徹底激怒王敦。太興4年（公元321年），祖逖病逝，朝中再無制衡王敦的力量。永昌元年（公元322年），王敦率軍向建康進發，以誅殺劉偉為名，上書羅列其罪狀。其黨羽沈沖也在吳興起兵響應，大軍抵達蕪湖後，王敦又上奏彈劾寵臣刁協。司馬睿勃然大怒，決意親率6軍與叛軍決戰，徵召劉偉、戴淵回京布防，同時又下詔懸賞5000戶侯爵位，招募斬殺王敦。時任光禄勳的王敦勳長王罕畏懼追責，悄悄乘船投奔王敦。王敦同時邀約駐守襄陽的涼州刺史甘卓一同出兵。甘卓起初英勇，最終卻未赴約，還派參軍申酸勸阻王敦罷兵。王敦十分惶恐，以公爵之位拉攏甘卓相助。甘卓始終猶豫不決。王敦又徵召駐守長沙的襄州刺史司馬承擔任軍師，遭到司馬承拒絕。司馬承隨即派主簿鄧謙前往襄陽。鄧謙勸說甘卓道：“將軍之舉武昌，若摧枯拉小，何所顧慮乎？”勸說甘卓效忠朝廷，討伐王敦。儘管鄧謙反覆規勸，甘卓依舊拿不定主意。甘卓的猶豫也反映出司馬睿皇權走向衰弱的真實寫照。然而，作為中間派的甘卓，後來也為自己的搖擺不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王敦擔心甘卓在後方翻案，派參軍岳道龍前去催促其出兵，不料岳道龍痛恨王敦目無君上，圖謀篡位，反倒勸甘卓聯手突襲王敦的大本營武昌。甘卓這才下定決心，公開聲討王敦叛逆，率軍討伐，同時派參軍司馬湛、申酸赴朝廷奏報。朝廷隨後任命甘卓為鎮南大將軍，侍中、都督荊涼2州諸軍事，荊州牧、涼州刺史。甘卓又派羅英前往廣州聯絡陶侃，陶侃當即派參軍高保率軍北上。武昌城中傳言甘卓大軍已到，部眾大驚，紛紛潰散。王敦得知甘卓、司馬承起兵反對自己，於是派南蠻校尉魏毅率領2萬大軍攻打襄州治所長沙。長沙城防不牢，軍需儲備不足，城中居民十分恐慌。有人勸司馬承投奔陶侃，或是退守零陵、貴陽。司馬承堅持據城死守。甘卓致信司馬承，稱將出兵免口，以此解長沙之圍。司馬承則勸他直接進攻武昌。與此同時，王敦派甘養向甘卓求和，甘卓再度動搖，在諸口駐紮數十日，遲遲不進。被徵召回京布防的劉偉回到建康，他與刁協奏請司馬睿趁叛亂誅殺王室前族，遭到拒絕。意識到司馬睿並未下定決心與王室徹底決裂，劉偉由此心生懼意。司馬睿此時並非無人可用，真正的問題在於他始終不敢對王室下最後的狠手。這種優柔寡斷讓朝野上下意識到皇帝並沒有與士族決戰的決心。政治鬥爭中，態度往往比兵力更重要。當皇帝都猶豫不決時，
那些原本保持中立、等待分下的人，自然更願意站到根基深厚的氏族一邊，而不是押注个人前途未卜的皇權。這樣一來，司馬睿的政治優勢也在無形之中一點點流失。與此同時，王導率領曾祖子弟20餘人請罪，並全部得到司馬睿赦免。朝廷任命王導為前鋒大都督，戴淵為驃騎將軍，周札為右將軍。司馬睿又派王毅前去勸說王敦，王敦不聽，反而將王毅留下任用。叛軍逼近建康時，劉偉奉命鎮守京城，周札鎮守石頭城。司馬睿親自率軍在城郊列陣迎敵。王敦兵臨石頭城，原本打算進攻京城，攻打劉偉。部將竇渾認為劉偉麾下死士眾多，京城難以攻克，建議先攻石頭城。又說周札受無恩德，軍心不服，急意攻取。只要石頭城失守，劉偉自然會退兵。王敦採納建議，轉攻石頭城，周札開城投降，叛軍就此佔據石頭城。司馬睿隨即任命劉偉、戴淵、刁協、王導等人率軍反攻，盡數被叛軍擊敗。太子司馬紹得知諸軍潰敗，打算親率將士決一死戰，被太子中庶子溫嶠勸阻。王敦佔據石頭城後，擁兵自重，拒不入宮朝見司馬睿，還陣容士兵四處決裂，城中大亂，官員紛紛出逃。司馬睿眼見大勢已去，已無力抵抗，只得遣使向王敦求和，並表示：公若不忘本朝，與此息兵，則天下尚可安；如其不然，朕當還南陽，以避嫌路。與此同時，兵敗的刁協、劉偉回宮面見司馬睿，司馬睿流着淚勸二人速速出逃避禍，還撥給人馬護送。而刁協年老不善騎馬，平日待人也刻薄無恩，元帝招募隨臣時竟無人應徵。他逃到江城時遇害，首級被送到王敦處。劉偉則帶着家屬向北投奔後趙，不久在吳興響應叛亂的沈沖攻破吳國，斬殺吳國內史張茂。司馬睿隨後命百官前往石頭城拜見王敦，接着任命王敦為丞相、都督中外諸軍、錄尚書事、江州牧，封武昌郡公。王敦控制朝政後，司馬睿也被軟禁在宮中。隨後王敦因忌憚周乙、戴淵的名望與才幹，將二人殺害。而事後王導整理宮中奏章時，還發現周乙曾多次在司馬睿面前為自己辯護求情，而自己卻始終不知情，也未能出面營救。悲痛之下，王導嘆道：虎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。王敦見太子勇武有謀略，深得朝野擁護，打算以不孝之名廢黜太子，掃除日後端政的障礙，遭到溫嶠極力反對，眾臣也都支持溫嶠。王敦未能得逞，他還大肆調換百官與軍政人員，涉及數百人，政令朝令夕改，全憑心意。不久後，王敦返回武昌，遠程掌控朝政，之後又自行兼任臨益二州都督。甘卓得知王敦取勝，周乙等人遇害，又收到王敦以朝廷名義發出的周瑜發，稱擔心進攻武昌會逼迫王敦挾持天子，於是決意撤軍返回襄陽。都尉秦康與岳道融勸甘卓分兵截斷彭澤湖口，切斷武昌與建康兩地叛軍的聯絡資源，讓敵軍自行潰散。甘卓拒絕了這一建議。與此同時，圍攻長沙的魏毅俘獲了司馬承派出求援的周該、周琦。魏毅告訴周琦，王敦已擊敗朝廷大軍，掌控建康朝政，甘卓也已撤回襄陽，援軍不會到來，讓周琦前去勸降，瓦解守軍軍心。周琦假意答應，到城下卻告訴城中守軍援軍將至，鼓勵眾人堅守，最終被殺害。周該也被嚴刑拷打致死。之後魏毅攻勢加劇，還將王敦送來的朝廷文書射入城中。城中居民得知戰敗消息，無不惆悵惋惜。兩軍攻守100餘日後，衡陽太守劉毅戰死，守軍死傷慘重，長沙最終被攻破，司馬承等人被俘。
魏義用箭策押送司馬承前往武昌，王毅奉王敦之命，在途中殺害了司馬承。甘卓回到襄陽後，作為摇擺不定的中間派，也許是信仰的崩塌，也許是對未來的恐懼，性情大變，舉止失常，家人都勸他防備王敦，他非但不聽，還命士兵解甲歸田，乘勢耕作。但凡聽到防備王敦的勸諫，就勃然大怒。襄陽太守周律接到王敦密令，謊稱湖中有很多魚，誘騙甘卓將手下士兵全部派去捕魚。隨後周律帶兵闖入甘卓寢室，將其斬殺，砍下首級送交王敦，還殺害了甘卓的幾個兒子。之後王敦任命周輔接替甘卓的職位。至此，王敦全面掌控朝局，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徹底被打破。面對王敦的控制與羞辱，司馬睿感到極度痛苦，心力交瘁，最終在永昌元年（公元323年）病死在宮中。時年47歲，年輕的太子司馬紹繼位。然而，在王敦的野心與北方後趙的虎視眈眈下，當所有人都以為東晉大勢已定時，一場保衛皇權的反擊已經在這位年輕的皇帝手中悄然展開。太寧元年（公元323年），想要謀朝篡位的大將軍王敦暗示朝廷徵召自己。剛繼位不久的晉明帝就親手書寫詔書徵召他入朝，授予他黃鉞頒諫，允許他奏事不必通明，日入朝不必驅行，佩劍着履上殿。王敦隨後一陣姑蘇，進一步逼近建康。司馬紹畏懼王敦，想拉攏次建作為外援，於是任命次建為兗州刺史、都督揚州江西都軍事、鎮守合肥。王敦忌憚次建，上表請召次建回朝任尚書令。次建回建康時，經過王敦駐屯的姑蘇，與王敦會面，二人意見不合，其黨羽紛紛勸王敦殺掉次建。但王敦忌憚其名望與勢力，沒有應允。次建回朝後，與司馬紹共同謀劃討伐王敦。王敦的侄兒王永之深受其喜愛，常伴其左右。一次，王敦夜裡與親信飲酒，王永之假裝醉酒躺下，王敦便與錢鳳商議叛逆篡位的計劃。王永之聽完二人的篡位計劃，隨即當場嘔吐不止。錢鳳離開後，王敦查看王永之，見他吐得滿身污穢，以為他醉得不省人事，便不再疑心。後來王永之請求回京探望時任廷尉的父親王叔，將王敦的圖謀全盤告知。王叔便與王導一同上報司馬紹，於是司馬紹也暗中做好了準備。然而王氏家族為何不支持王敦？在王敦第一次起兵攻取建康後，大肆誅殺異己與中立的士族，已經成為東晉各大氏族門閥的眾矢之的。若繼續追隨王敦篡位，勢必會將整個王氏宗族置於全天下門閥的對立面，極易招致滅門風險。王導選擇站回皇權一側，以輔政的姿態維繫家族地位，也完全契合東晉門閥與皇權共治的底層規則。但是此時的王敦已徹底迷失在了權力之中。隨着王敦年事漸高，身體也身患重病，便假借詔令任命其養子王印為武衛將軍，作為自己的副手，又任命其兄王涵為驃騎將軍，開府儀同三司。那麼問題來了，為什麼王敦任命養子王印為接班人？是因為他沒有兒子，這也是王敦遲遲沒有立即篡位的一個原因。然而此時的局勢已不是身患重病的王敦所能掌控。一次，錢鳳問王敦，若他身故，是否該一致擁戴王印，將諸事交付給他？王敦稱，如今所行之事非同尋常，不是常人能擔當的。王印年少，擔不起大事。他留下三條出路：上策是解散兵馬，歸順朝廷；中策是退守武昌，擁兵自保；下策是舉兵作亂，顛覆朝廷。然而錢鳳卻認為下策最優，與沈沖約定王敦死後繼續叛亂。後來丹陽尹職位空缺，王敦上表舉薦溫峤，想借此監視朝廷動向。
不料溫峤反倒向司馬紹稟報了王敦的圖謀，還與庾亮一同策劃討伐方案，令王敦勃然大怒。司馬紹得知王敦病重的消息，一面派人前去慰問，一面微服前往蕪湖查看王敦的營壘，還向大臣詢問王敦的起居情況。之後，他徵詢光祿勳、殷章的意見，問是否該出兵討伐。殷章表示支持，司馬紹便定下進攻計劃。他加封司徒王導為大都督，領揚州刺史，命溫峤秉敦鎮守石頭城，應贊駐守朱雀橋，同時徵召臨淮太守蘇峻、兗州刺史劉霞、豫州刺史祖約等一同入境，護衛健康，並協助討伐王敦。王導帶領族中子弟為王敦發喪，司馬紹也假稱王敦已死，下詔討伐其黨羽。眾人都以為王敦已死，士氣大振。王敦接到詔書後大怒，卻因病重無法領兵，便命王罕為元帥，令錢鳳與冠軍將軍鄧岳、周輔率軍攻打建康，以誅殺奸臣溫峤為旗號。王罕水陸並進，率5萬兵馬抵達江陵南岸，逼近建康，朝野上下一片驚懼。溫峤移駐秦淮河北岸，燒毀朱雀行，讓王罕無法渡河進攻。期間，王導曾試圖勸降王罕，王罕沒有回應。隨後，司馬紹率各路軍隊駐守南環潭，連夜招募壯士，派將軍段秀、中軍司馬曹洪等人率1000餘士兵渡過秦淮河，攻其不備。次日清晨，在交戰中大敗王罕軍，斬殺敵將前鋒何康，王罕軍退守江陵南岸。王敦得知王罕兵敗後暴怒，想要起身領軍反攻，卻因病重無法起身。後來錢鳳率軍趕到江陵南岸，與司馬紹的軍隊交戰，接連戰敗。王敦自知時日無多，囑咐少府楊建和王毅，自己死後先安排好文武百官，再辦理喪事。不久，王敦病逝，王毅密不發喪，用蠟處理屍體後埋在屋內。司馬紹曾派人以司空之位招降與錢鳳約定一起叛亂的吳興人沈沖，被沈沖拒絕。沈沖率軍從吳興攻向建康，率1萬多兵馬與江陵南岸的王罕軍會合。隨後被司馬紹徵召的臨淮太守蘇峻、兗州刺史劉霞抵達建康。沈沖與錢鳳打算趁其遠道南下，人馬疲憊時發動進攻。於是率軍渡過秦淮河，被蘇峻、劉霞擊敗。王罕見屢戰屢敗，決定燒毀營寨逃走。司馬紹返回宮中，同時命眾將分頭追擊各路叛黨，派庾亮督蘇峻等人追擊沈沖，溫峤督劉霞等人追擊王罕、錢鳳。王罕投奔堂弟荊州刺史王叔，父子2人乘船到荊州後，王叔派兵迎接，最後命人將他們推入江中溺亡。朝廷挖出王敦的遺體，斬下首級，懸掛示眾。錢鳳逃到建康北邊的沙州、賀羅州時，被舊部周光斬殺。沈沖逃回吳興時，誤入舊部吳如家中，最終被吳如殺死，首級也被送到建康，與王敦的首級一同懸掛在朱雀行示眾。歷時2年的王敦之亂，最終以王敦身死、叛軍覆滅而告終。在此期間，敦敬將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這場權力鬥爭之中，北方防線因此嚴重空虛，後趙趁機大舉南下，先後奪取東晉兗州、徐州、豫州等地大片疆土。東晉失去了黃河以南的重要戰略屏障，同時在這場平叛過程中，真正威脅東晉皇權的人並沒有隨着王敦一起消失。